大家好，又見面了。今天是七夕節，祝大家七夕節快樂。七夕是中國農曆的7月初7，農曆是中國傳統的曆法，和我們現在用的公曆不太一樣，所以七夕對應的公曆日期每年都不太一樣。一般在每年的8月份左右，那時候天氣還很暖和，晚上的風很舒服，天上的星星也特別亮。很多人說這是中國最浪漫的節日，也有人叫它中國的情人節。其實不只是這樣，七夕裡有一個很老的故事，也藏着中國人對想念和陪伴的理解。先和你講這個老故事吧。這個故事幾乎每個中國人小時候都聽過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住着一位仙女，她特別會織布，織出來的布像天上的雲一樣好看。她的名字叫織女，你不用特意記住這個名字，知道她是一位會織布的仙女就好。有一天，她和別的仙女一起來到人間的河裡洗澡。在那裡，她遇見了一個年輕的小伙子。這個小伙子家裡很窮，只有一頭老牛陪着他。他每天放牛，所以大家叫他牛郎。你也不用特意記這個名字，知道他是個善良的年輕人就好。牛郎人很好，幹活也勤快。織女喜歡他的老實，牛郎喜歡他的溫柔。後來他們結婚了，還有了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牛郎在地裡幹活，織女在家織布，看孩子。日子過得不富裕，可是很開心。可是沒過多久，天上有一位管事的老奶奶知道了這件事，人們叫她王母娘娘。你不用記這個名字，知道她是天上管事的人就好。她特別生氣，她覺得天上的仙女不能和人間的普通人在一起。她派人把織女帶回了天上。牛郎回家，發現織女不見了，特別着急。這時候，陪着他很多年的老牛突然開口說話了。老牛說：“我快要死了，你把我的皮剝下來披在身上，就能飛到天上去找他。”牛郎照着老牛的話做了。他找來2個筐，一邊放兒子，一邊放女兒。他披着牛皮，挑着2個孩子，真的飛了起來。他越飛越高，眼看就要追上織女了。就在這時候，天上那個管事的老奶奶從頭上拔下一根長長的頭飾，在空中一劃，立刻出現了一條很寬很寬的大河，擋在了牛郎和織女中間。這條河就是我們晚上看到的銀河。河水很急，浪很大，牛郎飛不過去了。從此以後，牛郎和織女就被這條銀河分開了，一個在河這邊，一個在河那邊，他們只能遠遠看着對方，不能見面。孩子們想媽媽，每天都哭，織女也天天掉眼淚，再也沒有心思織布了。後來，那個管事的老奶奶也有點心軟了，她答應每年農曆的7月初7，讓他們見一次面。到了那一天，天下所有的喜鵲都會飛到天上去。喜鵲是一種黑色的鳥，喜歡成群結隊地飛，它們一隻挨着一隻，身體連在一起，搭成一座長長的橋。牛郎就挑着2個孩子，踩着這座橋，
走到河對面和織女見面。老人們說，7月初7的晚上，如果你安靜地坐在葡萄架下面，說不定還能聽見他們說話的聲音。這個故事的結局不是天天都能在一起，2個人1年只能見1次面。可是中國人一直很喜歡這個故事，因為它告訴我們，真心想念的人，哪怕離得再遠，也總有見面的一天。哪怕1年只有1次，只要心裡裝着對方，感情就不會變。所以從很早以前，中國人就開始過七夕了。最早的時候，七夕主要是女孩子的節日。那時候的女孩子都要學做針線活，手巧不巧，對她們來說很重要。7月初7這一天，女孩子們會擺上水果和點心，祭拜織女。她們希望自己的手能變得更巧，織布、做衣服都能做得更好。所以七夕還有一個名字，叫乞巧節。乞就是希望得到的意思，巧就是手巧。這個名字你不用記，知道有這麼回事就好。那一天，女孩子們還會玩很多小遊戲，比如把一根針放在一碗水裡，太陽照下來，針的影子會落在碗底，誰的影子更細、更好看，就說明誰的手更巧。也有人比賽穿針，7根針放在一起，誰先把線全部穿過去，誰就贏了。現在聽起來，這些遊戲好像很簡單，可是在以前，這是女孩子們1年裡很重要的一天。她們穿上漂亮的衣服，和好朋友聚在一起，一邊玩一邊說笑，熱熱鬧鬧的。除了這些，以前的人過七夕還有別的習俗，大家會吃一種叫巧果的小點心，就是用麵和糖做的，炸得脆脆的，有各種形狀。大家說吃了這種小點心，手會變巧，也會有好運氣。晚上的時候，一家人會坐在院子裡乘涼，大人們指着天上的星星，給孩子講牛郎織女的故事，告訴他們哪2顆星星是故事裡的2個人，哪一片是那條銀河。暖和的晚上，風吹在身上很舒服，天上星星很多，一閃一閃的，院子裡有蟲子叫，還有水果甜甜的味道。那樣的夜晚，很慢，很安靜，也很溫暖，不用做什麼特別的事，和家人坐在一起，就覺得很好。這就是以前中國人過七夕的樣子。它不只是關於愛情，更多的是對好日子的期待，還有一家人在一起的安穩。慢慢到了今天，七夕的樣子變了很多，現在很少有人在比賽穿針，也很少有人自己做那種小點心了。可是這個節日沒有消失，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，留在我們的生活裡。現在一提到七夕，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是和喜歡的人一起過。男生會給女生送花、送禮物，2個人一起去吃一頓好吃的飯，去看一場電影。街上會很熱鬧，到處都是賣花的人，到處都是笑着的情侶。也有人說，現在的七夕和外國的情人節差不多了，其實也不完全一樣。除了情侶，也有很多人和朋友一起過七夕。幾個好朋友約出來吃吃飯，聊聊天，說說最近的生活。也有人和家人一起過，晚上一家人出去散散步，
買一點好吃的帶回家。對很多人來說，七夕不只是情人的節日，它更像一個小小的提醒，提醒我們要珍惜身邊陪着自己的人，可能是你的愛人，可能是你的朋友，也可能是你的家人。平時大家都很忙，各自有各自的事，很少有時間停下來，好好說說話，好好說一句謝謝。七夕就像一個信號，它告訴我們，今天可以慢一點，好好陪陪身邊的人，哪怕只是說一句今天開心嗎？哪怕只是一起吃一頓簡單的飯，心意到了就夠了。當然，也有很多人，七夕是一個人過的，可能你喜歡的人不在身邊，可能你還沒有遇到合適的人，可能你正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工作、學習，身邊沒有很熟的朋友。七夕這天，看着街上熱熱鬧鬧的，你心裡可能會有一點點孤單。其實沒關係的，不是所有的節日都必須熱熱鬧鬧的過，一個人的七夕也可以過得很舒服。你可以給自己買一塊喜歡的小蛋糕，可以晚上出去散散步，抬頭看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，可以點開一部喜歡的電影，安安靜靜地看完，也可以像現在這樣，聽一段慢慢的中文，放鬆一下心情。節日的意義，從來不是逼你熱鬧，它是讓你在普通的日子裡有一個理由對自己好一點。這就像你一個人學中文的日子，很多時候也是安安靜靜的，沒有人陪你對話，沒有人催你進度，你一個人聽，一個人讀，一個人慢慢往前走。有時候你會覺得孤單，會懷疑自己能不能學好。可是你看七夕的故事，牛郎和織女要等一整年才能見一次面，他們沒有因為等的時間長就忘記對方。你每天學一點點中文，哪怕每天只記住一個詞，時間久了也會走到你想去的地方。我常常覺得，節日就像生活裡的一個個小站，你走了很久的路，到了這裡，可以停下來歇一歇，回頭看看自己走了多遠，也抬頭看看前面的方向，然後歇夠了，再接着往前走。七夕也是這樣一個小站，它不用很隆重，不用花很多錢，它只是讓你在平常的日子裡停下來想一想，現在的我，身邊有哪些值得珍惜的人？現在的我，正在為了什麼慢慢努力？想清楚了，心裡就會更踏實一點。然後繼續好好吃飯，好好睡覺，好好學中文，好好過日子。說到這裡，也教你幾個和七夕有關的簡單說法，都很容易，你可以跟着讀一讀。第一個，七夕，就是這個節日的名字。第二個，星星，七夕晚上，天上的星星很好看。第三個，想念，心裡想着一個人，就是想念。第四個，陪伴，有人在你身邊就是陪伴。還有一句很簡單的話，很適合七夕說，輕輕說一句，今天的月亮很好看，不用講很複雜的話，有時候最簡單的話反而最溫柔。其實中國的很多傳統節日都是這樣，它不會講很大的道理，也不會要求你做很多事，它就是安安靜靜的
1年來一次，提醒你季節變了，提醒你珍惜身邊的人，提醒你好好生活。春節是一家人團圓，清明是想念離開的人，端午是求平安，中秋是盼圓滿，而七夕是關於期待，關於陪伴，關於藏在心裡的溫柔。以前的人過得慢，1年等一個節日，等一次見面，都覺得很正常。現在的人過得快，什麼都想要馬上得到，什麼都希望立刻有結果。學中文也一樣，很多人剛開始學，就希望自己馬上能流利說話，聽了幾天視頻，就着急為什麼自己還是聽不懂。可是你看七夕的故事，真正重要的事本來就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。學中文是這樣，生活裡的很多事也是這樣。你不用急，每天學一點點，每天進步一點點，就像日子一天一天過，節日1年1年來，慢慢來，你想要的都會慢慢來到你身邊。今天聊了七夕的故事，聊了以前的習俗，也聊了現在的我們怎麼過這個節。不知道你以前有沒有聽過這個節日，也不知道你今天打算怎麼過。如果你身邊有人陪着，希望你們今天過得開心。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人，也希望你能好好照顧自己，吃一點喜歡的東西，看一眼晚上的星星。一個人的日子也可以有小小的快樂。最後想對你說，不管是過節日，還是學中文，不管是有人陪伴，還是一個人往前走，都不用急，不用慌。真心想做好的事，慢慢來，總會有結果。真心想見的人，慢慢走，總會有見面的一天。就像每年的7月初7，故事裡的2個人總會見面一樣，你每天堅持的那些小事，總有一天也會給你想要的答案。希望今天的你有一個舒服的晚上，也希望以後的每一個節日，你都能過得越來越順心。我們不用走得很快，只要一直往前走就好。下一條視頻，我們再見。